距离11月5号美国大选还有1个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重返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并举行了一场备受瞩目的竞选集会。当天，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罕见现身，这是他公开表示支持特朗普后首次参加起竞选活动。7月13号，特朗普在巴特勒演讲时遭遇枪手开枪，所幸仅耳朵受伤。1个月后重返现场，特朗普先示意现场人士静默1分钟，哀悼在7月份的枪击事件中唯一的死亡者克里孔佩拉托雷。他是一名当地的消防队队长，特朗普团队将他的制服摆在看台上当天的位置，以示纪念。Exactly 12 weeks ago this evening on this very ground, a cold-blooded assassin aimed to silence me. 特朗普这次选择站在防弹玻璃后，对数千名观众演讲。他誓言永不放弃，永不屈服，还暗示他的政治对手甚至可能试图杀死自己。But we have an enemy from within, which I think is much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outside enemy. Over the past 8 years, those who want to stop us from achieving this future have slandered me, impeached me, indicted me, tried to throw me off the ballot.And who knows, maybe even tried to kill me. But I've never stopped fighting for you, and I never will. Never will. Never gonna stop. 吸取了2个月前的教训，这次集会的安保措施极为严苛，堪称滴水不漏。据美国特勤局介绍，他们早在2周前就开始为特朗普重返巴特勒做准备。集会当天，特勤局、宾州州警和巴特勒县警坐在一个统一的指挥所里。来自国土安全部的特工在安全边界内外站岗，美国运输安全局特工在现场周边巡逻。会场周边的许多高层建筑给安保带来了一些漏洞。特勤局通过加强舞台，在集会地点周围停放1排农用车和使用防弹玻璃来缓解这一威胁。一些老练的狙击手被部署在周边建筑的屋顶上，无人机也在天空中密切监视着人群。宾夕法尼亚州是关键的一个摇摆州，特朗普宣称，如果赢得宾夕法尼亚州，就能赢得整个选举。因此，他拉来的嘉宾咖位也相当大，是亿万富翁特斯拉 CEO 马斯克。这也是马斯克公开表示支持特朗普后首次出席竞选活动造势，两人同框，互相吹捧。His name is Elon Musk. He saved free speech. He created so many different great things. Where is he? Come on up here, Elon. He created the first major American car company in generations, and his rocket company is the only reason we can now send American astronauts into space. Come here.马斯克头戴一顶黑色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这也是特朗普的标志性物品。马斯克活力四射，蹦蹦跳跳着登台，还不断起跳，向观众们展示自己的白肚皮。外界注意到，集会结束后，马斯克马上将头戴 MAGA 帽子的造型设置为自己的 X 账户头像。I want to say what an honor it is to be here, and the true test of someone's character is how they behave under fire.And we had one president who couldn't climb a flight of stairs, and another who was fist pumping after getting shot. Who do you want representing America?实际上，在此前2届大选中，马斯克并非特朗普的支持者。他曾在2016年表示，特朗普似乎并不具备代表美国的某些特质，并在2022年暗示特朗普应该退休。但近段时间，两人却越走越近。马斯克提出每个月给特朗普提供竞选资金4500万美元的计划，特朗普则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给马斯克安排一个新设立的内阁职位，甚至连名字都想好了，叫政府效率委员会主席。外界认为，马斯克转而支持特朗普有不少台面上的原因，但经济上的原因更多一些。特朗普过去与硅谷新贵们的关系不佳，在选举和执政中吃了大亏。而这次他选择硅谷风险投资家万斯来当副手，表明了对科技产业的支持，也吸引了一些企业家的关注。马斯克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马斯克早已买下推特并改名为 X， 后者被认为是美国最具有影响力的舆论机器之一。这也是特朗普与马斯克捐弃前嫌的重
重要原因之一。但在7月曾公开支持特朗普的硅谷风险投资家本·霍洛维茨近日宣布重回民主党的怀抱，他和妻子将给哈里斯的竞选活动捐款。观察认为，这一消息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打击。竞选的最后几周也是最昂贵的几周，特朗普团队的竞选资金不敌哈里斯。为捞选票，特朗普近段时间以来将目光转向中东议题，尤其是瞄准关键战场州密歇根州的犹太选民，进行针对性游说。他还语出惊人地表示，以色列应该打击伊朗核设施，以回应伊朗本周向该国发动导弹袭击的行为。As long as they don't hit the nuclear stuff, that's the thing you want to hit, right? I said, I think he's got that one wrong. Isn't that what you're supposed to hit? The answer should have been hit the nuclear first.And worry about the rest later. 哈里斯随后也来到密歇根州，表达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黎巴嫩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的担忧。哈里斯表示，以色列应该结束这场战争，但外界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了哈里斯当天因提词器卡顿而造成的尴尬表现。Remember his number, 32. Today we got 32 days until the election. So 32 days. 32 days. Okay, we got some business to do. We got some business to do. All right. 32 days. And we know we will do it.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密歇根州的支持率正逐渐反超哈里斯。情急之下，拜登罕见出席白宫记者会，这是他就任1080天以来首次出现在白宫新闻简报室。My name's Joe Biden. 他主动谈及大选，称相信选举将是公平的，但特朗普可能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The things that Trump has said, and the things that he said last time out, when he didn't like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were very dangerous.拜登称，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参议员万斯在本周举行的辩论期间也没有明确表示会接受总统选举结果。If you notice, I noticed that the vice presidential Republican candidate did not say he'd accept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They haven't even accepted the outcome of the last election. So I'm concerned about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美国舆论认为，在大选的冲刺期，拜登政府仍面临多重挑战，对于哈里斯的选情极为不利。破坏性飓风、中东冲突扩大和威胁美国经济的码头工人罢工正影响着公众情绪。在这个动荡的时刻，拜登和哈里斯仍然是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管家，对他们的发展负有最终责任。面对特朗普试图把上述危机转化成为自己的优势，拜登不得不出手转移矛盾。近日，美英澳3国海军在距离澳大利亚约1.6万公里的葡萄牙海岸，成功操控位于澳大利亚附近海域的水上无人艇，创下一项世界纪录。为何外界认为此举为未来的海战开创了一个全新模式？水上无人艇对未来海战战术革新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来看详细分析。英国皇家海军10月4号透露，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3国海军人员在一系列军事试验中，从葡萄牙成功操控远在1.6万公里之外的澳大利亚海域航行的无人水面舰艇，并称试验很成功，证明奥库斯3国海军都有能力在逼真战术场景中指挥控制世界另一端的船只。公开图片中，较小的船只为此次备受关注的万里之外无人艇，名为太平洋24，旁边较大的是英国无人作战实验船布莱克特号，由后者直接操控。世界上正在研制和已经服役的无人水面舰艇已经多达数十种，但由于海洋面积广阔，如何实现远距离高精度控制成为难题。对于这次试验的距离为1.6万公里，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石红分析，控制系统很可能采用了通信中继技术，也就是无人艇周围的控制母船接受上万公里的通信指令之后，再通过自身的通信系统发给无人艇。因为从奥库斯公开的无人艇远程操纵试验的现场画面来看，无人艇上只有短波无线电，并没有卫星通信设备，无法直接接受16000公里之外的通信指令。在对太平洋24无人艇进行测试的时候，旁边伴随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号实验船，一方面是观察太平洋24的实验效果，收集实验数据，另一方面负责保障太平洋24的安全。此外，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号实验船装有卫星通讯设备，很可能扮演着此次试验的远程通信终极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公开的图片还对无人艇母船布莱克特号进行了特别展示。一架无人机对布莱克特号周边进行了模拟炸弹投放试验。石红分析认为，这是在验证无人机攻击水面舰艇的可行性。随着无人作战技术的演进，探索无人系统的更多作战用途已成为全球军事技术的尖端潮流。英国海军的有人舰艇和飞机数量正逐渐减少，且这一趋势难以逆转。如果继续这样发展，10年后英国海军可能无法支撑海外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此，英国海军寄希望于无人系统，通过无人艇和无人机来弥补有人舰机数量上的不足。据悉，这次测试的无人系统由英国皇家海军研发制造，早在2016年便首次展示。由英国防务巨头 BAE 系统公司以价值320万英镑（约合2816.3万人民币）的价格，为英国皇家海军提供太平洋24号硬式充气艇。该艇的远程控制和自主无人系统被认为较为成熟。值得注意的是，奥库斯3国联合进行海上无人系统测试，与其早前颁布的新武器共享规则有关。外界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在今年7月中旬进行了一次新一代无人系统试验。奥库斯新规则于9月生效，到了10月就安排3国联合测试。据称，奥库斯3国将整合约30个无人系统，并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一场综合演习，未来还将测试蜂群攻击战术。也有观察认为，奥库斯之所以急于推进无人系统测试以及军演，是因为奥库斯协议的第一支柱由美英联合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进展缓慢。澳大利亚媒体曝光，该国海军接收首艘核潜艇将是2040年之后的事情。为了安抚澳大利亚舆论，奥库斯先安排低难度的合作项目。奥库斯协议的话，让美国赚了很多，不能用核潜艇作为诱饵了。奥库斯的话，现在是提出了一个第二支柱，只能用其他的新技术，因为这个是美国可以拿出来卖钱的东西。